这个立志成为不良少年的小伙名叫三桥，明天就是他到新学校报到的第一天。他来到理发店，让老板给他做一个适合不良少年身份的发型。三桥则是对老板的劝解不以为意。老板见他依旧坚持，也不好再多说什么，就给他设计了一款发型。发型做好后的三桥满意的走出理发店，一切准备就绪。第二天，他顶着黄毛来到班级，三桥则是装作很不好惹的样子。班主任升腾老师让他自我介绍一下，见三桥不说话，只好打圆场。同学们也都不敢说话。这时三桥才开口介绍自己。这时一个刺猬头推门而入，两人对视一眼后，顿时让三桥傻眼，因为两人曾在理发店门口遇见过。刺猬头也瞬间慌乱起来，三桥以为他要暴露自己的秘密，吓得他连忙将刺猬头的嘴。老师见两人打起来，连忙上前拉架。三桥用凶狠的眼神警告伊藤，两人就这样刚了起来。同学们心里认定了他们确实是不良少年，老师也被推倒在地。下课后，三桥就一直盯着旁边的伊藤，而伊藤则表现得很平静，丝毫不在意三桥。三桥对伊藤格外警惕，这家伙一看就是大嘴巴，要是把自己假装不良的事情说出去，那面子可就丢大了。三桥觉得自己不能坐以待毙，决定先下手为强。然而还不等他用阴，三桥便被学校里真正的不良给缠上了。三桥有些慌，回头看向伊藤，只见位置空空如也，伊藤早已没了人影。等三桥被带走后，伊藤才从桌子下探出头。好家伙，捡橡皮逃过一劫，可真太牛逼了！天台上不良们逮着三桥黄毛不放，大家伙都是黑的，凭什么就你是黄的呀？三桥见状，连忙表示自己是外国人，还飙了几句口味极强的日式英语。不良们显然没被混弄过去，气愤地拽住了三桥的衣领。三桥表面慌张不已，实则右手已经悄摸摸伸进了裤洞。就在他打算给几人看个大宝贝的时候，伊藤突然间出现了。欺负弱小算什么本事？有种冲我来！三桥一听，顿时不乐意了，说谁小呢？说谁小呢？老子超大的，好吧！拽着伊藤就是一顿怒吼，区区10人，我直接乱杀。然后三桥就跟得了小儿麻痹似的，给大家伙表演了一波才艺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老子很强，你这个海胆头就好好当你的缩头乌龟吧。伊藤一听见海胆头3字，瞬间就怒了。你知道这发型多贵吗？八嘎呀路！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，一旁不良们感觉自己被无视，樱木冲上来就是一场混战。三桥和伊藤这对沙雕可不得了，没啥门路，闭着眼睛就是一顿乱踹。也不晓得过去了多久，等战斗结束后，他俩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干翻了所有人。经此一战，三桥和伊藤变成了软叶高中新的老大。学校原先的不良们全都来跟他们问好报道，三桥的虚荣心瞬间就上来了，又表演起了演绎。但是好景不长，他俩一战成名的事情便传到了校外，并引来了其他学校不良少女的求援。三桥一听不是漂亮妹子，就让伊藤出去打骂。伊藤也嫌麻烦，准备果断拒绝。就在这时，不良少女金子走了过来，伊藤瞬间变成了一副诸葛相，就连三桥也不知何时窜了出来。几人到咖啡馆商量。三桥表示帮忙可以，但他有个条件，就是事情结束后他要耍流氓。本以为对方不会同意，哪知这都不是事，金子非常果断地答应了下来。有了动力的三桥和伊藤也是豁出去了，直接男扮女装，假装女学生。出其不意，换装过程中俩人还相互吹捧一下。不过有一说一，伊藤这女装的确有点像假装成女学生的。两人在小混混们面前各种撒娇，那搔首弄姿的模样让小混混们属实有些顶不住。就在他们放松警惕之时，三桥趁他病要他命，对着小混混裆部就是一吸，紧跟着就是一连串弹碎的声音。没费多大力气，这群小混混便捂着自己的但落荒而逃。走之前自然不忘放下狠话。任务完成，三桥贱兮兮的看向金子，现在应该满足我的条件了吧？说着就伸出罪恶之手。伊藤见状立马出声叫住，这老色批！星子的可爱已经俘获了伊藤的心。三桥没占到便宜，有些不爽，两人也因为打架方式而产生了分歧。三桥表示打架能赢就行，不用那么光明正大，但伊藤却有不同的看法，只有堂堂正正战胜对方才有意义。第二天，金子的闺蜜明美找上两人，表示金子被人给抓走了。三桥一听对方是黑道，瞬间就怂了，连忙撇清关系，表示关他事，但伊藤就不行了。他念到金子的警，没有任何犹豫就冲了出去，决定孤军奋战。金子这边，黑帮老大为了控制他，竟然想给他嗑药。金子武力值也不低，但双拳难敌4手，很快便败下阵来，被关到了柜子里。三桥这边，他嘴上虽撇清了关系，但内心却一直焦躁不安，搞得他在课堂上吃饭都没啥胃口。最后已没有食欲，早退离开。升藤老师也非常配合，食欲不佳，可是重病，赶紧去医院。画面一转，三桥拖着一架2轮车，感到格外的烦躁。就在这时，脚边好巧不巧的出现了一个易拉罐，没有任何犹豫，啪的一声就踢了出去，然后精准无误的爆头了。走在前面的壮汉，这人是隔壁学校红高的老大金井。
旁边小弟一眼就认出了面前这个小黄毛就是最近风头正盛的三桥。而金井在得知三桥也是老大后，就想跟他切磋一番，但三桥却指了指身后的2轮车，表示你这么牛逼，有能耐拖动这玩意。金井一听，瞬间降职，不但傻乎乎的拖起车，还兴高采烈的转起了圈圈。三桥却不以为然，继续降制操作，拉空车算个屁，有能耐将重量增加到3倍啊！金井一听，立马就去了。等再次回来后，2轮车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。金井很是嘚瑟，看见没？这就是哥的实力。等下单挑输了，你就必须带着我输了的横幅，然后到街上游街。实在不想走，还能提供轿子，到时候我抬着你去。可以看得出，金井智商很高。在这之后，金井怒冲向三桥，却不料这里竟然趁着2人开的时候，早已经挖好坑，坑了对方不说，离开之前还让金井在这里等，自己回来一决胜负。另一边，伊藤早已经找到了绑架金子的黑帮。但他一个人寡不敌众，都快被打成莽震党，但他却依旧死守在金子所在的柜子前面。就在小混混准备下死手的时候，墨迹半天的三桥终于是赶过来。2人车里面放着的全是灭火器，在这玩意的帮助下，三桥的偷袭非常成功，手持棒球棍如得神助，3下5除2就解决了所有的小混混。三桥关键时候英雄救美，但他却没有等来美人的怀抱，金子径直就抱住了一直守护他的伊藤。羡慕的三桥质壁分娩。就在大家伙都以为事情结束的时候，还剩一口气的混混头头表示，他们摊上事情以后，绝对会有其他人来报复他。三桥一听，突然间大动，连忙跑到混混头头面前，表示自己叫石桥。而旁边的伊藤也醒悟过来，连忙表示自己是纪村。事情落幕，三桥搀扶着伊藤回家，却不料在回家路上遇到了其他学校的不良。然而这次还不等他们出手，突然出现的少女李子便轻松制服了这帮姑娘，摔了三桥、伊藤一脸。另一边，晶晶和小弟还在苦等着三桥回去。小弟劝他还不听，还在想着等哈怎么让三桥落入自己的陷阱。画面一转，帮派大哥正在训斥着2名小混混，让他们去寻找是石桥和吉村。这2人麻烦正在一步步逼近。三桥、伊藤俩。三桥这边，他在上学的时候撞到了李子，2人一言不合就这样在街上打起来。三桥没有还手，疯狂闪避李子的攻击。最后，李子一招横踢将三桥逼到电线杆，也同时让他大饱眼福。眼见事态就要升级，好在伊藤及时出面解围，这才让2人收手。李子离开，但三桥却是陷入了恋痕。回到家的他浑浑噩噩，老父亲一眼就看出他不对劲，随后问他是不是有了喜欢的人。这下子三桥就好似被踩中尾巴的猫，瞬间便跳了起来，一时间语无伦次，说的话也全是对李子的赞美。父母都是过来人，见傻儿子这副模样，就知道他陷得不浅。回到卧室，他的心脏越跳越快，耳边甚至还响起了"这就是恋爱"的低语声。结果打开门一看，结果是老父亲拿了个音响在搞事情。隔天，伊藤知道了有小混混正在寻找他们，三桥则是显得有些心不在焉，放学后直接开溜。伊藤见状连忙尾随。与此同时，一条巷子里，金子正在大杀四方。就在他准备终结对方的时候，伊藤恰好路过，金子听到伊藤声音后被吓一跳，连忙切换成乖乖女模式，说话都有些嗲声嗲气，属实是震惊了旁边的好闺蜜云母以及躺在地上挨打的3人。金子表示自己已经洗心革面，手上的香烟是巧克力，刚才的一切也只是在跟话剧社的成员排练节目。等伊藤离开后，金子瞬间恢复原形，并戴上了更加恐怖的波人面具，逮着地上3人又是一顿揍。另一边，三桥撞见一群小混混正在纠缠李子，三桥来了一出英雄救美，嘴上说着堂堂正正干架，反手就朝着几个混混丢臭。鸡蛋王后趁他们病要他们命，打架专戳眼睛，在他卑鄙无耻连招，这几个混混很快便败下阵来。然而三桥救下李子的真正目的，却是为了能亲手打败他。说着也不顾对方长得好看，挥出了单身拳。就在这时，伊藤及时赶到，飞起一脚踹飞了这个傻逼。三桥虽然嘴上说着讨厌李子，但在看到李子的手受伤后，还是十分气愤的，跑回去又把混混们给打一顿。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些混混其实是李子爸爸武馆的学生，这其实就是一场戏。为了能找出一些比较牛逼的人，帮他们度过踢馆危机。知道事情全貌后，三桥感觉自己被算计了，生气的想要离开，结果还没走出门，又遇到了被他放鸽子的金井和他小弟。2人在这之后，生藤老师上门查看情况，然后被三桥逮住，成了比赛的第5人。生藤老师还想再挣扎一下，结果下一秒，李子的班主任山口老师也杀了过来。生藤老师别的不行，就吹牛逼。巨型山口老师一看他穿着道服，就是双眼冒星星。生藤老师这下是想开溜也不行了，只能硬着头皮表示自己有必要为学生排忧解难。三桥也本想直接离开，但一听李子要上场，就改变了主意。他完全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在2人短暂的友好互动后，最后还是代替李子答应了下来。没过多久，踢馆的人便来了。生藤老师目光一扫，挑了对方5人里最瘦小的那个，
结果被一拳头干翻，光速下线。紧跟着是金井上场，金井武力值还是很高的很，轻松便连续打败了4个人。但是这最后一人就不是他能对抗的，被连续几下踢中头部。金井本想强撑着给对方一下，但最后还是没能挥出一拳，便倒在了地上。对方战胜金井后很是嘚瑟，一点武士道精神都没有，对着金井吐了一口口水。伊藤一个闪现接住，三桥一看，连忙拿马桶刷给他洗手。紧跟着就是伊藤了。一开始伊藤的攻击就非常的迅猛，仗着蛮力还是给了对方几拳，但无奈招式都是野路子，很快便被对方找到了机会。不仅如今，还一个大意被对方偷袭划伤了眼睛。三桥见状再也忍不住，冲出去一个大跳，起身脑袋撞到天花板，当场晕厥。伊藤眼睛被伤，并没有放弃，但他显然已经失去了战斗的能力。被单方面输出，好在晕厥过去的三桥及时醒过来，救下好兄弟，让金井的小弟带金井和伊藤去医院后，自己来打比赛。伦贝比三桥可太会了，比赛一开始就踢起脚下的软垫遮挡视线，紧跟着飞起一脚便将对方踹翻在地，随后便是狂风骤雨的攻击落下，即使对方被揍晕过去也没有停手。李子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卑鄙的人，但他看向三桥时，眼里却是充满了光。经过这次事情，三桥也迎来了他的春天。第二天，李子便给他准备了爱心便当。李子喜欢上了三桥，而金井却是喜欢上了李子。在上学途中，将李子拦下告白，而李子也清楚地告诉他自己有了喜欢的人，但金井的反应却是那人不会是我吧？老的李子和旁边的小弟都怪尴尬，是伊藤吗？并不是，那果然还是我吧。其实金井已经知道了答案，但却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那个名字，纠结了好与坏，金井才说出了三桥的名字。而李子在听到三桥的名字后，也露出了羞涩的表情，虽没有回话，但其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。失恋的金井来到河边，怀疑人生，为什么选他不选我？就因为我是黑毛，他是黄毛嘛。说着拿起一块石头便扔了出去，好巧不巧砸中河对岸一人，小弟一眼便认出是开酒那边的混混，也就是正在寻找三桥和伊藤的那帮人。小弟让金井不让，冲动表示开酒的人都不好惹。但现在金井刚失恋，再加上他也不是那种怕事的人，二话不说便冲了上去，一把便将其中一人给摁在了地上。第二天，小弟就被开酒的2号头目向良给盯上了。小弟没啥战斗力，被一拳干翻在地。好在金井正好路过，看到了这一幕，向良便让金井换个地方说事情。金井老实人一个，是一点也不怀疑王后，就被向良给敲了闷棍。被偷袭的金井直接站立大跌，被按在地上摩擦，很快便失去了意识。就在向良洋洋得意的时候，三桥却是突然间从天而降，直接将这货给踩在了脚下，随后与剩下的人殴打起来。醒来的金井看见为了救自己而干架的三桥，很是感动，继而想起了李子的话，强忍着疼痛跑到三桥旁边，自己输的不冤，以后李子就交给你了。就在这时，开酒的1号头目片桐哥带着一帮小弟杀了过来。这个片桐哥一看就不好惹，三桥心生一计，假装和金井吵架来到外面，然后趁其不备挥出迅猛一拳。然而让三桥没有想到的是，他这无敌的偷袭之拳竟然没能破对方的家。三桥惊呆了，这还打个锤子哟！于是拉着金井就夺路狂奔，两人一路逃跑，打翻了很多的店铺。事情闹得有些大，引起了警察的关注。三桥一听到警察就有些慌了，被警察抓住可是要被剃成光头的，他可不想出家当和尚。于是乎，他一把将旁边的金井给推下河，然后趁着警察下水就金井空荡跑。另一边被三桥揍了一拳的片桐哥也终于来了反应，这拳头后劲有点大。与此同时，他也发现了原来偷袭他的这个黄毛仔就是他们，一直在寻找。三桥这边也有些慌了，直接请假做起了。家里蹲太久的人硬是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，找不到三桥和伊藤，他们就只能拿2人的同学开刀，却意外引来了金子，以金子的战斗力解决一些没名字的小混混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但是对上向良还是有些不是对手，他挥出的拳头被一把抓住。就在这时，伊藤怒火，金子见状立马便切换成了乖乖女模式，表示自己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还把那些干掉的小混混全都推到了挨打的黑衣小伙身上。黑衣小伙表示这波我不背，爬起来当场否认。下一秒就看到了金子的波人脸，被吓一跳，老老实实承认是自己干的。两人疯狂撒狗粮后，就准备一起去吃巴菲。就在这时，向良确实让伊藤说出三桥的下落，一听还和三桥有关，伊藤便让金子先走，自己留下来处理。伊藤和金井一样，也是一个正道人士，没有任何意外，他也被向良给敲了闷棍。但是伊藤的战斗力就比金井高上一些，挨了闷棍的伊藤依旧战力爆表，逮着向良就是一顿暴锤。但无奈对方人实在太多，再加上对方不讲武德，挟持了金子，向良便让伊藤跪下跟他们道歉。为了保护金子不受到伤害，伊藤只能照做。就在这时，三桥杀倒飞起，一脚就将向良给踢到墙上，摔了他个七荤八素。被揍吐血的向良不以为然，表示不就是多了一个人吗？问题不大。他话刚说了，金井又杀了过来，但可怜的金井就没有三桥这么出名，
项梁直接遗忘了他这个人。金井那个气啊，愤怒之下战力翻倍。三桥、伊藤、金井三人合力干起架来，就如同砍瓜切菜。开酒的一群小混混很快便被做翻在地，哇哇的大叫着。项梁则是见势不对，脚底抹油跑路。三桥见状连忙追上，项梁见后准备故技重施，举着一根铁棍，准备在拐角处阴三桥一把。轮阴间他怎么可能比得过三桥？三桥直接将计就计，摸到他的身后，二话不说就是一个照面拳。与此同时，开酒的片桐哥也带着小弟赶过来。三桥一行人被开酒的人给堵在了仓库。三桥见对方人多势众，再加上自己这边伊藤还是个大菜，便想着跟片桐哥1比1男人大战。三桥都收到这份赏，片桐哥也没有拒绝的打算。就在俩人准备开打时，李子却是赶不过来。原来是李子的老父亲为了报答前面踢馆的恩情，决定向三桥等人伸出援助之手。结果他刚摆好姿势，就吃了片桐哥一拳。老父亲并没有第一时间倒下，见对方跟个没事人一样，片桐哥也有些慌了。毕竟刚才一拳可是用尽了他的全力。李子父亲表示不要慌，后劲还没到，紧跟着退后2步，在伊藤身上找了个舒服点的位置，并下线了。最后还是得三桥出手。只见他大吼一声，愤怒出手，腾空踢向片桐哥，而片桐哥也不躲不闪，硬吃三桥一脚后抓住了他的腿，反手一拳甩在三桥的脸上。这第一波交手，双方谁都没有占到便宜。随后俩人也不分伯仲，一时间僵持在了原地。就在这时，生藤老师却是带着其他老师假扮成黑帮出现。这5人一看就不像是地痞流氓，不过好在他们也还有后手。别问问就是他们来之前已经报警了。听到警察赶来，开酒的人瞬间一哄而散。回到学校，三桥感觉这一切都是金井那货的错，但伊藤回应后却表示，自从上次就金子13桥毁掉堂，他俩就已经成了黑帮的目标，反倒是金井这个倒霉蛋，因为他们的原因才挨了几顿毒。七夕临近，这让晶晶走在大街上，感觉世界对她非常的不友好，入眼全是搂搂抱抱的小情侣，自己也想要甜甜的爱情啊，实在是太让人羡慕。晶晶当场怀疑人生，自己长得这么帅，武力值也不低，为什么自己就没有女朋友？一想到自己以后有可能莫名其妙的跟一个丑女结婚，金井就有些难以接受。不行，自己得立马找个女朋友才行。说着就向路过的妹子搭讪，金井直接射牛一波，盲目自信的自我介绍让妹子避之不及。寻思他就算不是精神病，有多少代？而他搭讪的这一幕又恰好被三桥、伊藤两人看到。只见他们明明一点声音也没有发出，却能清楚的知道其想表达的意思。无声嘲笑最为致命，气得金井立马化身土拨鼠，尖声大叫起来，自觉自己已经无法在地球上活下去。回家路上，金子的闺蜜明美却是给了她一封粉红色的信，竟然打算邀请她约会。万年单身狗的金井看见后，直接激动的晕了过去。第二天，她便同明美开始了甜蜜的约会。金井骚操作不断，见气氛有些冷场，这货竟然提出要跟对方掰手腕。旁边的小弟还是第一次约会的时候跟妹子掰手腕，为自己老大这智商感到担忧。再看金井这点，掰手腕就算了，是一点也没有打算让着点妹子。明美让金井让着他一点，但此时金井脑袋里全是自己，终于摸到女生的手，激动的不得了。见明美用尽全力想要战胜他，金井便想着展现一下自己的实力，然后差点没把明美的手给掰断，疼得明美大呼小叫。但金井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表示掰手腕没啥意思，要不咱们来货真价实的相扑吧？可以，你小子单身到现在不是没有原因。就在俩人准备相扑的时候，后面一个鬼鬼祟祟的脑袋冒出了。金井看见后瞬间破防，能让他如此失态的自然就是三桥了。在得知明美可能是金井的女朋友后，三桥羡慕的质壁分离，金井那个笨蛋都交到了女朋友，自己却没有，只能说三桥跟晶晶半斤八两，只是苦了李子，竟然喜欢上了这么一个憨批。三桥是越想越生气，随后便产生了拆散两人的想法。伊藤和李子也没有去追三桥，反而是继续一起回家。然而这一幕又被路过的金子看见，金子便以为是伊藤劈头，当时心就碎了一地。另一边，三桥找到晶晶和明媚两人后登场，表演了一个后空翻，顿时吸引了明美的注意。仅仅感觉到了威胁，为了让明美也看到自己的酷炫之处，他也决定做点什么。但尴尬的是，他根本就不会后空翻，只能来了个低版本的驴打滚。没想到竟然还压到了一坨狗屎。晶晶这波属实是丢人丢到家了，换我今晚就扛着火车跑路了。但晶晶表示自己还能再抢救一下，就硬着头皮圆，表示自己今天能遇到明媚，真的是走了狗屎运。打算用冷笑话敷衍过去，让三桥没想到的是，明美竟然还夸金井幽默，这让三桥瞬间就不开心了。第二天，金井依旧和明美腻歪在一起。三桥见后羡慕的不得了，继续他的妨碍计划，拿起旁边的垃圾桶盖子就砸在了金井的头上。哪知对方是个铁头娃，三桥的骚操作一点也没有影响到金井，这下子三桥就受到打击了呀。回到教室，跟个咸鱼一样躺在了课桌上。但受到打击的并不是他一人，另一边的金子也处于相同的状态，倒在课桌上翻起了白眼。明磊知道事情后给出的意见是去教训伊藤伊德，青子这哪舍得呀？最后决定跟李子1v1掰头一下，赢的人就是伊藤的
个女朋友。李子表示大可不必，这就是一个误会。时间来到放学后，无所事事的三桥和伊藤在逛街，无意间竟然发现明美和一名陌生的男子显得格外的亲密。看到这一幕，两人非常可怜。荆棘好不容易交到一个女朋友，还没2天就被劈腿了。说着，一阵冷风吹过，显得两人格外的悲凉。然而下一秒，两人便忍不住大笑起来。特别是三桥，这段时间的郁闷全都烟消云散。两人立马就找到了正在约会的荆棘，表示明美的真命天子已经另有其人了。金井当即就不乐意了，站起来怒视三桥。本以为两人大战已经难以避免，却不料今天的金井显得格外的成熟，没有同三桥干架，而是给他一块糖，让他降火后溜之大吉。三桥伊藤一脸懵逼，看不到金井的操作，但也有知道的事情，那就是这笔没有结账。电影院里，明美一直显得有些坐立不安，跟三桥说的一样，明美的确有个男朋友。至于她找上荆棘的原因，是因为她这个男朋友是个弱鸡，经常遭到小混混欺负。然后这个男朋友就脑洞大开，让明磊去找一个牛逼的人，假装她的男朋友，让这个大冤种帮助对付这些小混混。电影放到一半，三桥和伊藤便再次杀了过来。三桥跟金井跑到影屏前开始现场格斗，而伊藤则是趁着机会向明美询问金子的消息。明美本打算质问他劈腿的事情，但一想到自己这种情况属实，有些开不了口。另一边，李子在自家门口遇到了金子。金子二话不说便让李子跟他单挑，李子虽一脸懵逼，但还是接受了金子的挑战要求。就这样，两人换好衣服，在道场切磋起来。金子实力不弱，但也是野路子，没有明确的招式，对上李子有些招架不住。而李子也在惊叹金子的爆发与速度，两人不分上下，但最后还是李子更胜一筹，将金子给按在了身下。输掉决斗的金子眼泪巴巴地询问李子是什么时候跟伊藤交往。他这句话直接问懵了李子。解释过后，金子才发现原来是自己误会。餐桌上，金子询问李子有没有喜欢的，李子还未开口，老父亲就表示他死也不会让自家女儿跟那个卑鄙的黄毛仔在一起。而李子也慌乱地否认着，他这属于是不打自招。另一边，明美总感觉是自己欺骗了晶晶，感觉很是愧疚，就没有提让她帮自己男朋友打架的事情。告别晶晶后，明美找到了自己的男朋友，表示自己不想再这样继续下去。但这货今天又挨了一顿打，一听到明美不想干了，便站起来一个劲地责怪明美。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站起来却是看见了三桥和伊藤。伊藤很是生气，说着就要上前教训这个傻本事，还骂女孩子的怂包男。就在这时，金井又出现了，他叫下伊藤，自己却并没有出手，而是将明美送给自己的手帕还了回去。谢谢你愿意陪我这样的人玩，给我的青春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。说完，金井便头也不回的离开，走得十分潇洒。但背地里，金井却跟小弟哭诉着明美为什么没有追出去。他本以为这样就能获得明美的好感，既然让他放弃那个怂包男和自己在一起，看来终究还是他想多了。第二天，怂包男再次被小混混找上，这次他还连累明媚一起被抓了起来。就在明媚感觉最无助的时候，那个男人晶晶又出现了。小伙子人狠话不多，直接跟初九的小混混们动起手。晶晶战斗力很高，但他始终只有一个人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很快就在对方人数压制下被冻起来。金井被几个小混混锁住动弹不动，就在其他人准备补伤害的时候，一只大铁拳却是一拳击飞了。那名准备动手的混混一看原来是伊藤来了，伊藤表示咱们已经是朋友了，有架肯定得一起打。就在这时，上方又传来了三桥的声音，但这货说的话就很扎心了，表示就他只是顺便，只要自己和伊藤帅气的大闹一场，那么明磊回心转意，爱上他的可能性就是0%。金井当场表示，我可真是谢谢你了。贼中有了三桥和伊藤的加入，局势就不一样了。特别是那个黄毛仔，打架竟然还自带了渔网。渔网将所有小混混一套，那就是关门打狗了，简直不要太轻松。太久的人又被狠揍了一顿，集体带伤回去，气得片桐哥话都说不出来。造孽啊！项梁则是二话不说直接动手。在知道打人的又有三桥和伊藤这俩货，项梁便主张要给两人一点颜色看了。而三桥和伊藤这边自然毫不知情，三桥还臭不要脸的要到咖啡馆去宰李贼爷。这天，三桥的同学突然间在街上被人暴打了一顿，打人的是从东京来的小混混，他们的老大就是这个一身骚红的红米。打人的那人将三桥和伊藤的事情告诉给了红米，红野一听当即来了兴趣，跟着就要过去找麻烦。第二天，四人便来到了千叶，准备寻找三桥一同良。在众人询问过程中，得知了这里还有一个更加危险的地方，那就是混混学校开酒。红野一听，瞬间又来了兴趣，寻思这小地方称王称霸的人还挺多。就在这时，正好有个开酒的靓仔路。这个红野就不讲理，带着自己的小弟展开了正义的群殴。胎酒的靓仔很快便被按在地上摩擦。有一说一，胎酒的人属实有些惨了。
连着几集不是在挨打，就是在挨打的路上。前不久刚被三桥伊藤揍一顿，现在又被东京来的外乡仔挑衅。片桐哥表示这期绝对不能忍，便召集小弟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查。但红叶几人也不是傻子，带着一个路人强制住到人家家里，白吃白喝不算，还要嫖人家衣服。开酒这边的人只晓得打人的是个穿着骚红衣服的公斤仔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红叶几人换了一身衣服后，就能光明正大的街上闲逛，就算开酒的人从身边经过，也没有认出他们。红叶几人在街上闲逛的时候，又碰到了金井跟他的小弟，向两人询问三桥和伊藤的事情，但金井却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出卖朋友，让他们赶紧找爸。红叶几人见金井不说，趁机发难，就将一个垃圾桶套在了他的头上，再加上金井本就不太聪明，竟然自己撞在自行车上面，自降60%的战斗力。在这之后，倒霉的金井又进入了日常挨打时间，被红野几人的组合拳打得晕头转向，很快便败下阵来。没过多久，下课的伊藤便遇到了被打的金井和其小弟，两人知道了，他们是因为自己和三桥才没打。另一边，红叶几人找到了正独自一人回家的三桥，在知道眼前这个黄毛仔就是他们要找的三桥后，红叶组合再次不讲武德，对三桥展开了正义的群殴。三桥虽能还手，但还是有些遭不住。好在这时开酒的人找了过来，红野组合见状风景扯，而三桥这货还在装逼，等走到没人的地方，才开始在地上打滚喊痛。就在这时，金子和明美正好路过，三桥见状，一个咸鱼打铁，强忍着疼痛站起身继续装逼，只不过还没走几步，身子便传来一声脆响，完后整个人都矮了一截，半蹲着离开。然而也就只走了几步，便啪叽一声栽倒在地。三桥受伤这事很快所有人都知道，但他并没有告诉他们自己是被人打，而是谎称自己被车给撞。为了证明自己的伤势已经无碍，还当着大家伙的面跳起了活体操。伊藤是懂三桥的，支开妹子们后，两人便动身寻找红野组合。红野没找到，反而是碰到了被揍得鼻青脸肿的开酒小混混。两人计划着给对方叫救护车。就在这时，片桐哥和向良已经带着一群小弟围住了他们。好在双方此时的敌人都是东京来的外乡仔，片桐哥让两人将这件事交给他们。开酒处这关乎到开酒的尊严，三桥口头上答应，却是把他们当做了寻宝鼠。晚上，红叶组合给三桥寄去了决斗书，三桥立马找到了刚洗完准备睡觉的伊藤。洗完澡的伊藤不再是海胆头，被三桥嘲讽普通人就该回去睡觉，俩人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。而红叶是打算放两人鸽子的，但一心想给同伴报仇的阿玉感觉这很不道，所以便独自一人赴了约，没有任何意外的被伊藤给摩擦了，但他却感觉心里轻松了不少。第二天，阿玉就因为违背了红野的安排，被揍得鼻青脸肿，丢在了三桥的家门口。而他们这番举动也彻底惹怒了三桥，拉着伊藤来到了他们的藏身之处。然而两人刚到，就被偷袭来的闷闷。好在这时开酒的人也找过来红野，两人见状就跑。三桥和伊藤俩人生命力顽强，脑袋流着血，却比开酒的人追得还要猛，眼看就要追上。红野却是一脚踢开自己的同伴后，独自逃跑，坐上了回东京的车。被他背叛的这名同伴可就惨了呀，直接被骗童哥一脚昏迷回到东京的红野，恢复了自己三好学生的身份。他以为自己逃过一劫，但他还是太小看三桥了。三桥直接在报纸上发了一份感谢信，说是红野救了他家的狗子，想要当面感谢。就这样，俩人顺藤摸瓜，很快就找到了红野所在的学校。两人并没有直接动手，而是先揭开他的伪装，让其身败名裂后才动了手。红野这小子对自己的身手有点自信，但却被三桥一拳头打飞。完后就想假装昏迷糊弄过去，却不料三桥有补刀的好习惯，就算是他昏迷了，也得再来上一拳。两拳下去，红野彻底 GG。这天，生藤老师到一家风俗店学习，表示自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发射火箭了。就在他等待过程中，三桥的爸爸却是突然间冒了出来，吓得生藤老师浑身一哆嗦，连忙用长发挡住自己的脸。就在这时，管理员回来表示塔台已经准备完毕，就差火箭了。这下生藤老师的身份算是彻底的暴露，没有什么事情比在风俗店遇到学生爸爸更尴尬。生藤老师打着哈哈就准备跑路，三桥爸连忙追出，拍了拍生藤老师的肩膀，表示他懂，绝对会帮他保守秘密。这时生藤老师也反应过来，不对了，你被已经成家的人来这种地方，你老婆儿子知道吗？三桥爸顿时就哑火，公文包都掉在了地上。画面一转，第二天三桥便对生藤老师言听计从。原来是三桥爸跟生藤老师做了一个交易，那就是让三桥做生藤老师1周的活人。三桥肯答应也是有原因的，事成后老父亲答应给他一笔丰厚的报酬。李子一听就感觉三桥这非常的不耐，但三桥却表示如果有酬劳，他也愿意为李子做任何事情。李子立马换了一副嘴脸，连忙询问三桥想要什么酬劳，却不料三桥这货竟然想耍流氓。没有任何意外啊，当三桥说出这句话后，便被李子给扇飞了出去。生藤老师收三桥做小弟这件事，办公室里其他老师很是羡慕。这样一换算，不就等于这个高中以后就是生藤老师说了算了？大家伙都在吹着彩虹屁，而里面最怂的那个坂本老师却是已经羡慕到质壁分明，想着自己要是也能收伊藤做小弟就好了。
由于他想事情想得有些入神，一不小心碰到了一个小混混。虽然他已经及时到了钱，但小混混却依旧不依不饶，打算敲诈他一笔钱。慌乱逃离之际，他又撞上了看上去更惹不起的熊大。熊大刚想发怒，一块招牌却是从天而降。熊大这才发现，原来对方救了自己一命。熊大的身份可不简单，乃是附近的黑帮成员，但他所在的黑帮刚刚解散，现在是个无业游民，所以坂本老师便建议他来学校当实习老师。熊大新官上任3把火，第一天上班就遇到三桥猛铁生藤老师。熊大直接一拳头甩过去，好在危急关头三桥用脸给挡了下来。但熊大再怎么说也是个实习老师，这顿打三桥只能自己憋住。坂本老师第一次感觉到这种有人罩的滋味，瞬间就膨胀了。第二天，三桥和伊藤在天台上打羽毛乒乓球，一不小心乒乓球掉下来，砸中了坂本老师。换做以前，坂本老师绝对是枪都不敢灰溜溜离开，但这次这样的熊大在，他就显得非常的嚣张，让三桥和伊藤下去跟他下跪道歉。我去你的奶奶腿了！三桥反手就找了一个椰子，让小弟朝着板官老师就砸了过去。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，这熊大竟然一拳头将椰子都给碎了。见到这一幕的三桥、伊藤惊了一声卧槽后，拔腿就跑。而后两人便找了一间密室，打算看看自己能不能劈椰子。实验证明，就是他们并不。就在这时，熊大和坂本老师逮住了两人，有熊大撑腰，坂本老师很有底气哈。质问刚才的椰子是不是他们丢的，三桥和伊藤都表示不是我干的。熊大还自带测谎天赋，伸长鼻子闻了一下，便放过了两人。等他们离开后，三桥和伊藤才敢大喘一口气。伊藤很是佩服三桥，毕竟这货撒谎面不改色，一点也不慌。三桥却表示自己为什么要慌？那椰子明明就是小弟佐川扔的，可不关自己的事啊！这下佐川就倒霉了呀，被熊大给抓到完后，第二天就变成了大光头。生藤老师一看不乐意，佐川好歹是自己的学生，说着就要找坂本老师给个说法。然后面对熊大，生藤老师立马认了错。晚上，坂本老师走在街上继续膨胀，表示这附近有很多的货，每次自己都会被欺负。他话都说到这份上，熊大便表示要将威胁到他的人全给解决了。话刚说完篇，童哥和向良就带着一群小弟走了过来，熊大也是二话不说就冲了上去，砍瓜切菜，干翻没有名字的小弟。对唱片童哥也不落下风，好在向良和三桥一样都喜欢耍英文，偷袭划伤熊大眼睛后，带着所有人跑路。在这之后，坂本老师又带着熊大来到妮子家，想收买对方成为制衡三桥的底牌，李子肯定不会答应，两人无功而返，就这样离开了。在这之后，熊大就在街道上开始了混混狩猎，金井和他小弟自然也没有跑掉。轮倒霉，我金井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，又平白无故挨了一顿打，属实有些难啊。镜头一转，学校里的混混都被坂本老师给整治了个遍，全都被剃成了光头。男生里就剩下了三桥和伊藤两人，好在兄弟俩认得比较快，坂本老师和熊大还真拿他俩没有办法。不过事情到这还没有结束，两人竟然将魔爪伸到了女生身上，强迫女生也剪了头发。看到这兄弟俩彻底怒了，于是乎三桥便制作了个胡椒粉椰子，熊大将其打碎后立马眼瞎。三桥和伊藤再使出合击绝技，将其干倒在地，跟着两人又准备教训最近膨胀过头的坂本老师。就在这时，生藤老师确实给他说起了好话，表示坂本老师有精神分裂，而失去靠山的坂本老师也配合得相当默契，这才免遭一顿毒打，事情完美解决。但软刀混混集体被剃光头的事情传了出去，金子连忙跑过来看望伊藤，在确定海胆头还在后才松了一口气。另一边被三桥和伊藤干掉的熊大又跑到了开酒当老师，好巧不巧正好分配到了片童哥的班上，看来这边又会有新一轮的剃光头风波。金井一直对李子念念不忘，但李子却是对三桥芳心暗许。这天放学后，金井就前进软膏给李子放了一封信，而这一幕正好被三桥给看到，一看信金井，这小子竟然在背地里说自己坏话，绝对不能忍。嘴上说着不喜欢李子，但却相当诚实的气得火冒三丈。撕掉信后，决定去搞破坏。三桥来到信件指定的约会地点，一转头发现有根棒球棒，便决定埋伏起来，因仅仅一手吓死那个贼主。哪知道他刚进厕所，就发现有个人满头是血倒在地上。三桥虽是打人不留情的混混，但也没见过这阵势，瞬间就有些慌了。就在这时，伊藤和李子也赶过来，看到这一幕便以为是三桥杀了人。三桥连忙表示不是自己，但他手上这沾着血的棒球棒让他的话显得格外的不利。与此同时，金井也赶了过来，表示倒在地上的人是他的学弟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响起了警笛声，金井连忙表示警察来了，让三桥赶紧跑。三桥当即认怂，跑得贼拉快，但他很快就发现任何地方都有警察在调查他，最后只得蹲在了桥洞底下。就在这时，一团鬼火冒冲，跟着一起出现还有早上打来的那名学生。三桥哪经得起这种刺激啊，被吓得连滚带爬，疯狂地做着忏悔，
就在这时，金井跟小丽以及白天调查他的那些警察一起出现。原来这一切都是金井设计的骗局，警察和被杀的学弟都是话剧社。三桥见状，直接愣在了原地，跟丢了魂一样。而金井却是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，还嘚瑟地合了一张眼。隔天找到伊藤和李子炫耀，他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但了解三桥的伊藤和李子，则是让他赶紧跑步，别问问就是他。面露死相，小弟古川也突然间醒悟过来，三桥哪是他们能随便戏耍的？为了将自己隐藏起来，还特意烫了一个伊藤的海胆头随身，携带绷带等急救用品。另一边，短暂低迷期后的三桥也恢复了过来，他即将对晶晶展开疯狂的报复。他先是将晶晶的照片插在奥利给上面，告诉周围的小学生他是奥利给大王。晶晶很是生气啊，在街上寻找三桥，转角碰到了开酒。金井正想悄咪咪转身离开，但三桥却是突然间冒了出来，还扔了一罐没有开封的汽水，准确无语地砸在片桐哥脑袋上。而此时的三桥已经溜溜球跑路，开酒的人只能将怒火撒在金井身上，追着他就是一顿打。遍体鳞伤的金井在天桥下又遇到了三桥，三桥又给他编了一个奥利给之歌，金井那个气啊，又开始追。三桥继而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大楼，推开一个房间的门，进去后才发现特门的没有门把手，他被锁死在这个房间了。三桥这时候就开始吓唬他呀，表示要将他关在这里100天。金井见三桥那魔鬼模样，就知道小命不保，显得格外的慌乱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间听到隔壁传来撞门的声音，一问才知道三桥也被锁在了这里。金井当即幸灾乐祸起来，完全忘了自己的处境，还说出一辈子都出不去这种不吉利的话。后面回想起，真想给说这句话时的自己一个大嘴巴子。金井问三桥有没有什么能够获救的办法，谁知三桥竟然拿出了一个罐头，并表示自己没有开罐子的工具。而金井这边正好有一把小刀，但他并不相信三桥，感觉这会要吃独食。三桥一见金井竟然不相信自己，索性将罐头一丢，那就都别吃。金井听完三桥的一番话，非常的感动，感觉这种危机下不相信对方的自己简直不是人，便把小刀交给了三桥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这笔早就在罐头上系好了鱼线。拿到小刀后，便将罐头给拉了回来，完后还一边吃一边炫耀，属实是恶心坏了金井。金井也不是吃素的，等三桥吃完后，他也开始了反击，掏出了裤兜里的口香糖，就好似在吃山珍海味一样。就在他嘚瑟至极的时候，三桥却是推开门走了出去，径直回家享受丰盛的晚餐。吃饭时又从老父亲哪里吃口香糖会让人感到口渴。听到这话后，三桥渐渐地笑了起来。第二天，三桥便回去接着跟金井斗智斗勇。过去一晚上，金井早已渴到口干舌燥，而三桥的虚弱却全是假装出来的。为了不露出破绽，他甚至还在自己的脸上糊了一把灰尘，让自己看上去狼狈不已。见金井已经口渴到怀疑人生，于是乎三桥便好心提醒他，尿也是可以喝的。说完还递给了他一个纸杯，但可惜的是金井已经放过一次水了，现如今属实是尿不出来。两人回到屋子里，一边是匍匐在地感叹初吻是什么滋味，一边却是喝着可乐吃着薯片。金井饿得不行，三桥又表示皮鞋是牛做的，可以吃。金井迫不及待来上一口，却因为自己脚太臭而没法下口。就在这时，刚好搬完家的金子和明美，陆金井立马扯大嗓子让两人救他，但无奈三桥一直在捣乱，金子和明美也没听清楚他们在说啥，便离开了，导致三桥没有放过金井的打算，跟着又拿出了香蕉皮和稻草片。金井试下在他的吃的时候，悄咪咪用相机拍下照片。到了晚上也不消停，只见三桥抬出一根巨大无比的钢材，准备用它上面的鱼钩来吊地上的绳子脱捆。金井见状当即表示，这种体力活可是他的强项，说着就代替三桥吊起了地上的绳子。眼看已经成功，三桥却是拿着一个大剪子出井，直接咔嚓一声剪断了鱼线。而金井到这时也才明白，自己一直都在被三桥算计。你以为到这就完了？画面一转，三桥又出现在背面的一栋大楼。原来不只是金井，他连小弟古川也一起关了起来。就见又掏出了那熟悉的香蕉皮和相机，咔嚓一声，第二天街道上便贴满了金井和古川两人的社死照片，让他们受到了所有人的嘲笑。古川有些遭不住了，劝金井以后别去招惹三桥这个煞星，但金井却不以为然，已经在构思下一次的计划。经过这么多集，三桥和伊藤也成为了3年级的学生。当生藤老师问三桥以后想干嘛时，这货的回答竟然是想上东京大学，一下子便吸引了全班的目光。伊藤表示，东京大学可不是他这种笨蛋能考上。三桥表示不慌，大不了晚上好好学习。我信你个鬼！你个糟老头子，坏得很。如今两人在新来的1年级中有很高的人气，见到两人，他们就跟看见了偶像似的，兴奋到尖叫。人怕出明珠怕撞，自然有不怕死的准备将他俩踢下神坛。一个高一学弟来找三桥切磋，李子让三桥表现得成熟一点，不要一直跟个幼稚鬼似的。不过这个学弟还没等三桥动手，就已经被另外一对3人组队打败。紧跟着就是这对3人左右打算朝三桥动手，但三桥这个幼稚鬼一看周围都是自己的粉丝，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，就让小弟走摊上，坐穿的战力摆在那里，很快便被按在地上摩擦。然而三桥这货却还在意自己的形象，并没有出手帮忙。李子见状坐不住了，
分分钟解决这对三人组后，训斥三乔这种时候应该出手帮忙。由于这玻璃子表现实在太帅，那些原本是三乔的粉丝立马就成了李子的粉丝，而三乔这个幼稚鬼则是认为李子抢走了他的风头。说着还准备动手，结果伸出的猪蹄却是一不小心按在了不该按的地方。完后，李子一个条件反射就将他给丢了出去。大家伙见李子瞬秒三乔，便将软膏最强的头衔安到了李子的头上。本以为这下子1年级的就会消停下来，但是好景不长，学校里又突然间转来了一个头盔哥。头盔哥在天台没有找到三乔和一堂，便对着普通学生出手，又从普通学生那里知道了现在李子才是最强的。于是乎，他又开始找李子。在这期间，李子的班主任挺身而出，然后下一秒就头缠绷带躺在了医务室。生藤老师见后那个心疼啊，连忙让三乔和伊藤去干掉那个头盔哥。班主任告诉两人，头盔哥正在寻找伊藤，三乔这个幼稚鬼还在生气，表示自己才不会管这件事。另一边，头盔哥已经找到了李子，就在他准备辣手摧花的时候，伊藤及时跳了下来。头盔哥不但不怂，还嘲讽伊藤的发型是松果哥。好家伙，这称呼比前面的海胆头还要难听。一气之下，伊藤一拳头将头盔哥干翻在地。打赢了吗？并没有，伊藤依旧没能逃过被偷袭的命运。就在这时，金子也赶不过来，夫妻联手之下，头盔哥很快便被揍得不省人事。晚上，李子爸来到三乔家抱怨，表示自己女儿挨了打。三乔这货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？三乔爸妈也从他的话里听出了门路，知道了李子喜欢三乔的事情，而楼上的三乔也听了个明明白白。第二天，头盔哥请了假，但在请假前却是打伤了不少的学生，为的就是让李子到他约定的跟他打一架。李子看见挑战书后，决定独自前往。来到约定的地点，李子对战头盔哥。李子刚开始还是占据上风，却不料头盔哥这货竟然不讲武，掏出了刀子。李子躲闪不及，被铁棍击中。就在头盔哥准备补刀的时候，三乔终于赶到，一脚踹飞头盔哥，就准备放狠话。但尴尬的是，他准备说的这些已经被李子说了，只能说他俩天生一对，实在是太默契了。另一边，头盔哥见自己被忽视，再次发起冲锋，三乔就没有李子那么好对付。三乔反手就拿了一根铁棍，径直敲在他头盔上，差点将他敲成脑震荡。几下连招后，头盔哥便彻底的不省人事。但三乔并没有放过他，而是打开头盔面罩，将一瓶子的辣椒面全都倒了进去，王后还用胶带将头盔缠死。这下头盔哥直接酸爽上了天，事情解决。第二天走在街上，三乔和伊藤碰到了一身伤的金井和古川，一问才知道头盔哥转学到了红包王，被金井揍了一顿后又转学了。然而千叶这地只有3所高中，目光一转，头盔哥正对着开酒的混混放狠话，最后还朝片桐哥动了手。片桐哥也不惯着他，直接一手抓住袭来的铁棍王后，大力出奇迹将他给丢了出去，随后交给自己的小弟处理。在这之后，头盔哥见识了什么叫做地狱。镜头在转开9天台上，向良告诉小弟，他准备向三乔和伊藤出手，但这件事片桐哥一直以有警察为由拖着。此时向良似乎有自己的打算，而他的计策也绝对不是啥能搬得上台面的事情。隔天，向良就带着一个被揍得鼻青脸肿的小弟找到片桐哥，诬陷是三乔和伊藤打的。片桐哥一听很是气愤，他本来还是很信任伊藤的为人，而向良这波过水东让片桐哥对伊藤很是失望，没啥好说的，带着一群小弟就去找伊藤报仇。伊藤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挨了一顿毒打。伊藤决定跟片桐哥1v1男人大战，片桐哥表示没有问题，要求双方闭上眼睛，戴上指环，对他伊藤老实人一个，说到做到，闭上眼睛就开打。但片桐哥这次却是耍赖，他压根就没有闭眼。原来在他还没有成为老大之前，也被这样套路，当时挨了一顿毒打。如今的伊藤让他看到了当初的自己，而伊藤则是依旧遵守承诺，就算被揍到头破血流也没有争议。片桐哥见状又对伊藤产生了一种敬佩，最后俩人打了个平手。片桐哥也承认了自己耍赖的事情，表示这局是他输了。就在这时，向良又带着一群小弟围了上来，向良也露出了他的野心，开始朝着片桐哥下手，说他身为开酒的老大，宁愿相信敌人也不相信自己。片桐哥听后直接选择放弃了开酒老大的身份，并请求向良放过一堂。但向良这个小人自然没听，让一群小弟把俩人都给揍了一顿。没过多久，金子路过，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头破血流的伊藤自然得装作自己没啥事情，但身体却支撑不住，最后还是被抬进了医院。治疗过后，伊藤找到三乔，在天台上商量对策。三乔的建议就是不要多管闲事，开酒内讧，他们凑啥热闹？李子这次也赞同三乔的意见，但伊藤不这样想，便表示这件事由他自己一个人杀，不会给三乔添麻烦。就在他准备离开之际，转头却看见向良带着开酒的人已经杀了过来。由于害怕影响到来年招生，校方没有报警，只能让生藤老师让三乔和伊藤出面。向良也不敢闹事，而是反手提出了一个要求，那就是让软膏的人给他300万的保护费。三乔吃瓜不嫌事大，趁其不备，率先动了手。打完后，拉着伊藤和李子就开刃。开酒的人自然不会放过他们，一窝全部追了上去，最后在三乔家里带到对方。面对开酒小混混，掏出了匕首，两人只能按照他们要求来到了一个小仓库。大家伙都是小混混，
最多也就是逃，出刀吓吓对方。三桥也是这样想的，于是反手夺过那名小混混的刀，结果一个没忍住丢了出去，那刀直愣愣插到柱子上，离最近的那名混混只有几厘米的距离，属实把那人都给吓尿了。见三桥这么猛，拍酒的人吓得落荒而逃，两人得以全身而退，回到了学校。但项梁还有损招，他让自己的小弟假装成三桥和伊藤，到处搞破坏，就连金子所在的学校也受到了波及。金子还是很相信伊藤的为人，就是没提三桥。回家路上，路人们看见这两户就避之不及，俩人则是一脸懵逼。不等他俩反应，两名警察便冲过来将他俩给抓了起来。时间来到晚上，李子和他老爹就在路上遇到了搞事情的假冒二人组，还别说这俩人还是个高仿号，有那么1/2像。假冒二人组自然不是李子的对手，很快便被制服带到了警局，从而洗清了三桥和伊藤的嫌疑。隔天，三桥和伊藤一回教室，便看见小弟佐川抱着一袋子钱，这里面自然就是300万的保护费了。俩人表示不必这样，但佐川却表示不是所有人都是他们这样厉害，只有凑钱交了保护费才能避免危险。两人一听，感觉这事不能不管了，于是反手就找到了井井两人。三桥他太会拿捏金井了，一上来就夸他有男子气概。金井一听，立马心花怒放，竟说大实话，紧跟着就是造谣，表示开酒的人到处说他不受女孩子欢迎，自己作为他的朋友，听到这番话非常的气愤，所以这次不是他们来请求他帮忙的，而是来帮他打架的三桥。这谎话可谓是漏洞百出，但金井就是信了。另一边，佐川带着钱找到了项梁王后，被暴打了一顿。三桥看着身受重伤的佐川，也彻底生气了，决定跟开酒的人动手。计划如下，让金井俩人上去硬刚，自己就趁机从后面搞偷袭。古川一听就知道三桥这是将他们当炮灰了，但金井头铁表示自己就喜欢正面硬刚。就这样，一群人杀到了开酒走廊上，项梁坐在最后面，前面是一群小弟，大战一触即发。伊藤三人战斗力都很强，但无奈对方小弟实在太多，很快便落入了下风。就在这时，李子带着学校其他人杀倒，但是依旧无济于事，根本就无法靠近项梁。挨毒打的伊藤依旧相信着三桥，然后下一秒，身受重伤的三桥就被开酒的人给吞。一时间，软高的人都有些绝望，而项梁则是非常的开心，表示是谁抓住了三桥，要好好的奖励对方。小弟当即表示，大战一开始他就搁路边躺着呢。项梁当即变了脸色，而地上的三桥也不装了，立马站起身，一拳头把项梁揍废。大战就这样落下帷幕，一行人成功拿回了保护费。在这之后，平静了一段时间。就在三桥和一同疑惑开酒的人为什么这么老实的时候，李子带着古川赶了过来，才知道仅仅被黑社会的人打成了重伤，昏迷不醒。而这黑社会自然就是开酒的后台。仅仅的战力打些小弟还是没有问题，但是面对黑社会的老大就不太好了，直接被揍进了医院。武川想报仇，但无能为力，只能拜托三桥和伊藤报仇。说着还掏出了1万块，三桥非常高兴的便收了下来。伊藤和李子都感觉他不太道德，回家路上一直在说三桥不是，但三桥却表示自己收钱不但能让古川赶到，还能用这笔钱买点水果去看望金井。伊藤和李子很是欣慰，然而三桥掏出钱，这1万块却变成了1000块，有良心但不多，最后只买了一个哈密瓜。几人来到医院，见到了头缠绷带昏迷不醒的金姐，看来伤势比他们想象的还要严重。晚上，伊藤便被一群小混混给缠住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小混混不足为举，伊藤乱杀。等小混混们全被打趴下后，那黑社会的老大才出来捡人头。这黑社会老大月川真不是盖，一手揣兜，依旧轻松拿捏伊藤。不过伊藤也靠着顽强的精神，给了月川一拳头，完后就被抬进了医院。在医院，伊藤告诉三桥，那月川是银龙会的少党家，很有可能持有热武器。晚上，三桥便开始监视银龙会的总部。寻思着趁着无人进去搞点破坏，却不料对方半道又杀了回来。三桥还想蒙混过关，但最后还是只能动手。3下5除2，轻松解决一群小混混。跟前面一样，小弟倒下后，月川便出现了。由于受到了警察的关注，月川本想消停几天，而三桥这边则是满脑子想给兄弟报仇，却不料对方竟然掏出了枪，好家伙，直接就给三桥干哑火了。几天后，伊藤伤好出院，而三桥则是染回了黑发，戴上一副眼镜，变成了乖孩子，准备脱离。不了，伊藤对三桥很是生气，质问他同伴被揍成这样，他就不管了吗？三桥当即表示对方有枪啊，哪是自己这种高中生能应付得了的。伊藤甚是气愤，便跟三桥绝交了。在这之后，三桥从不良变成了3好学生，课堂上积极回答问题，回到家后也是挑灯夜读，一副劳资要考东京大学的架势。但仔细一看他制作的卷子，好家伙，小学内容都不带对的。
其实这一切都是三桥的伪装，白天乖学生，晚上则是偷偷溜出去偷袭黑帮成员，并抢走了他们的枪。三桥这波操作让岳川误以为是其他组织对他们的报复，气得他砸桌子。另一边，金井也苏醒了过来，他还想着自己康复之后和三桥一起去报仇，却不料对方已经改邪归正，变成了一个好学生。又过去几天，伊藤的伤势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三桥一看就知道他准备去复仇了，于是晚上就悄悄地跟着他来到了银龙会。伊藤一见到他就非常的不满，好学生来这干什么？乖乖的爬回去睡觉。而三桥则是眼镜一摘，脱下了假发，重新变回了布了兄弟俩。夜闯银龙会，还特意去换了一身衣服。三桥表示，岳川仅用左手就干翻了伊藤，所以他也只用左手出战。岳川还是有些天真的呀，被三桥哄骗后来了一套组合拳，被偷袭打到怀疑人生，这让他恼羞成怒，说着掏出了枪准备恐吓两人。但是三桥这次可是有备而来，反手一桶汽油下去，有种你就开枪啊！岳川想骂娘，这尼玛还开锤子枪啊！岳川怂了，这局三桥一同大胜利。在两人离开后，待恶人项梁又杀了过来，直接坐收渔翁之利，一把火把岳川烧成了重伤。在这之后，项梁也学聪明，抓住金子和李子，将三桥和伊藤两人分开。伊藤这边他伤本就没好，再加上金子在对方手里，只能被动挨打。三桥这边也是一样，被项梁一顿输出，已经是头破血。项梁还想拿李子开刀，三桥真男人，直接割开了自己手上的肉。但局势没有任何转变，三桥能做的只有用身子挡在李子前面，项梁则是拿着铁棍一顿输出。三桥一直坚信着伊藤能够赶过来，下一秒伊藤便来了，直接飞起一脚便踹飞了项梁，而后更是朴实无华的一拳便干掉了项梁，让他昏迷在地。救伊藤的是片桐哥，三下五除二解决开酒小混混，这才让他能够及时赶到三桥这边。大战结束后，拄着拐杖的金井才姗姗来迟，他还想着偷偷在后面丢石头，却不料已经打完了。另一边，片桐哥也找到了躺在地上的向阳，两人冰释前嫌，决定一起去其他街上重新发展。就这样，日子恢复了短暂的平静。没架打三桥，甚至感觉有些无聊。就在这时，开酒来了新的老大，这小伙子也是不要命，刚上位就来找三桥一同的麻烦。两人相视一笑，乐子这不就来。